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不知道宝宝们对哥布林有什么印象，但是我还停留在萌王史莱姆。直到有人给我推荐了这部番，刷新了我对哥布林的认知。他们肆意蹂躏妹子，然后再吃掉，无数的少女在他们的手中香消玉殒，给我气的呀，差点没背过气儿去。クソくらえだ。这部番就是大名鼎鼎的哥布林杀手。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，诸神为了争夺支配世界的权利，他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活物，有凡人、僧人、矿人、仆人、蜥蜴人、哥布林、巨魔和恶魔。神赋予了他们居住的世界，他们也成为了诸神的棋子和棋盘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有很多身怀绝技的冒险者，他们靠领取悬赏任务过活。冒险者分为很多等级，白金的级别最高，史上很少有人达到。其次就是金银铜，他们的实力和信用兼备，属于最优秀的一层。然后就是红玉、翠玉、青玉，这群人属于中间战力。最底层的就是铜铁、黑曜、白瓷，这一层一般都是萌新，还没有真正适应冒险，处境也相对危险。我们的女主是一位刚从地姆神会出来的女神官，通俗的来说就是一名治疗控制型辅助。成为冒险者的第一天，她就被3个新人拉着一起组队讨伐哥布林。在新人眼里，哥布林这种低等级的生物很好对付，小伙子是相当自信。ゴブリンなんて4人もいれば十分ですよ。没做任何准备就直接开始了这次冒险，结果那是惨不忍睹。起初分头行动，就有一个妹子被一群哥布林按在地上摩擦，赶来救援的队友没有几分钟也因为失误被哥布林干掉了。男的直接杀死，女的就更加残忍，因为哥布林没有雌性，所以妹子成了他们繁殖后代的工具，等到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杀了吃掉。而且哥布林也分等级，什么哥布林骑兵队呀、哥布林萨满呀、哥布林英雄呀，还有哥布林王等等。他们被冒险者称之为小鬼，生性狡猾，并且学习能力极强。就比如这次你用这种方式攻击他们，下次再见面他们已经有了应对策略，加上数量庞大，确实很难对付。但还是有一群无知的小老弟很轻视哥布林。女神官的队伍算是彻底凉凉了。正当她陷入绝望之际，一位身穿铠甲的男人出现了。这个男人就是哥布林杀手，他带着女神官用各种方式干掉了凶残的哥布林。在发现哥布林幼崽时，这个男人也没有手下留情。奴らは恨みを一生忘れん。それに巣穴の生き残りは学習し、知恵をつける。善良なゴブリン、探せばいるかもしれん。だが、人前に出てこないゴブリンだけがいいゴブリンだ。哥布林杀手就叫他哥莎吧。哥莎这么果断的背后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。在哥莎10岁那年，他所在的村庄遭受了哥布林的袭击，哥布林肆意的烧杀掠夺。年幼的哥莎躲在地窖里，目睹了姐姐被哥布林凌辱致死。从此他就有了杀尽世上所有哥布林的想法。后来哥莎在逃离村庄后，被一名隐士巡回者收养。在这位隐士的指导下，哥莎接受了长达5年的严格训练。在隐士离开后，他便流浪到边境的小镇，独自讨伐哥布林。后来在一次委托后，哥莎与青梅竹马的木牛妹重逢，并且寄宿在他家里。彼は夜明けとともに牧場の周囲に足跡がないかどうか調べる。足跡がなくても、今度は柵に緩みや破損がないかどうか。可能是怕姐姐的悲剧在青梅竹马的身上上演。这一干就又是一个5年，哥莎只接讨伐哥布林的悬赏，哥布林杀手的绰号也因此而来，并且仅仅是依靠讨伐哥布林，都已经到达了银级冒险者。由于平时沉默寡言，不善于与人交流，他也一直没有队友，直到遇到女神官。女神官在被他救下后，就决心跟着他讨伐哥布林，一个战士加一个辅助，配合的还算如洽。女神官从哥莎那里学习到了很多消灭哥布林的知识，并且接受了哥莎的提议，在法袍下面穿上了锁子甲防身。这种双排模式被一位精灵弓箭手打破。精灵有着长长的耳朵、漂亮的脸蛋，还有平直的胸部。和他一起的有一位矿人道士，2个人经常拌嘴，还有一位蜥蜴僧侣。すまぬが2人とも喧嘩ならば節操に見えぬところでやってくれ。他则充当3个人里面的和事佬。这3个人都是银级冒险者，他们来到工会的目的是找哥莎帮忙。魔神王的复活使恶魔的数量不断增加，他们企图率领军队消灭世界。哥莎听完他们的诉求，没有一点兴趣，他的眼里只有哥布林。だが世界が滅びる前に、ゴブリンは村を滅ぼす。最后还是蜥蜴机制，他说我们就是请你来消灭哥布林的。恶魔的部队正在打算进军，哥布林趁乱在僧人的领土上为非作歹。他们已经调查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巢穴，
哥莎一听这个，马上起了劲儿，当即就准备启程，因为此次哥布林数量可能庞大，还可能有哥布林英雄和哥布林王的存在。此去基本上是凶多吉少，所以哥莎不打算带女神官一起去。但是女神官表示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一緒に行きます。放っておけませんから、あなた。好一个夫唱妇随，几个人一同上路，路上倒是有说有笑，还一起分享好吃的。之后迎接他们的就是一场腥风血雨的战斗。为了掩盖人类的气息，需要把哥布林的血涂抹在身上。精灵一开始是拒绝的，倒是女神官一脸淡定。慣れますよ。他们在哥布林的巢穴里发现了赤身裸体、遍体鳞伤的女人。这个女人是哥布林设下的诱饵，但是被哥莎一眼识破，将其一剑带走。他们消灭完巢穴里的哥布林后，一只巨魔出现了。刚刚那些哥布林都是给他打杂的。哥莎表示只认识哥布林，他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巨魔。巨魔一听这个，当时就不乐意了，瞧不起谁俩呢？他准备给哥莎露两手，不过这东西确实比刚刚的哥布林厉害。矿工蜥蜴和哥莎连连败下阵来，之后巨魔就更加变本加厉，还扬言要当着他们的面睡了精灵和女神官。兄弟，你这可要点脸吧！正当巨魔要对女神官动手，哥莎掏出了转移卷轴。这个卷轴连接着大海深处，它将海底高度压缩的水如利刃般瞬间放出来，给巨魔来了个五马分尸。这个卷轴吧，是一位身材超正的魔女送给他的。话说哥莎从头到尾就露了半张脸，却收获了一帮妹子的爱慕。虽然不是明目张胆的开后宫嘛，但是总在背地里暗戳戳的脸红，这谁顶得住呀？什么青梅竹马呀，吧台的小姐姐呀，女神官呀，后面还要加上个圣女。说回正题，这次任务在大家的配合下顺利完成了。回到小镇，哥莎第一件事就是帮木牛妹检查家附近的围栏。前进的最大动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爱你们，